现在的旗舰手机在后摄使用的镜头方面啊，可谓是有很多花样、很多名头。比如说呢，有采用大底感光器主摄，但是超广角感光器比较小的，比如说三星 S21 Ultra， 还有就是右边 OPPO 代表的，主摄感光器稍小，但超广角稍大，就是所谓的多主摄手机。正好呢，三星 S21 Ultra 这边中长焦配的都很全，价格相对贵一些。OPPO 那边呢，舍弃了长焦，但价格相对便宜。那今天正好借着这两台手机，就聊聊大底主摄跟长焦镜头在如今的手机后摄中，或者说在您的使用中到底重要不重要。Find X3 Pro 它主摄并没有采用夸张的大底主摄，但是它的超广角主摄倒不小。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也不像其他家旗舰那样采用夸张的长焦镜头，它用的是一颗2倍的光学镜头和一颗显微镜头。那么硬件上的不同会给我们在体验上带来什么不同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找来一台其他家的旗舰跟它进行一下对比。三星 S21 Ultra。三星 S21 Ultra 呢，它跟其他家的旗舰一样，都是超广角主摄、中焦跟长焦，很具有代表性。那么就用它呢来对比一下 Find X3 Pro 在使用上的区别。欢迎观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张张。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对这期视频感兴趣，记得一定要先点个赞再看哦，还要记得关注我们，多多支持我们。这里先说一下，以后我们就拿 S21 Ultra 当我们的标杆机了，最起码今年是这样。原因嘛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掉价太厉害了，卖的话太亏了，那不如留下来当一标杆机，最起码它的后摄还是很均衡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本期视频并不是单独对比这两台手机的画质表现，而是借着它们两台手机来说一下本期视频的主题。对比样片也是有的，每个环节都有，都放出来了，您可以自己看。先说一下这两台手机的后摄都有哪些镜头，像 S21 Ultra 这边呢，就是超广角主摄，还有3倍的中焦跟10倍的长焦。Find X3 Pro 就没有长焦镜头了，它只有一颗2倍的中焦，还有就是主摄超广角。但是它多了一颗显微镜镜头，也算是剑走偏锋了。那咱们先说这两台代表性手机的主摄，三星这边呢就属于大底感光器，它是1.33/1级别的。OPPO 那边呢不算很小，是1.56的。但是在如今的旗舰机里边，它的主摄感光器可不算大的。不过现在的旗舰手机，它不管用多大的感光器，最起码在白天的样张中，中心画质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如果有问题，那真是大问题了。一般胜负呢会出现在边角画质上，这边角画质啊是决定一颗镜头光路设计好坏的重要因素了。但是边角画质呢还跟光圈大小跟感光器大小有着直接关系，光圈越大，感光器越大，那边角画质就越难保证。每台手机的主摄虽然大小不同，但是白天样张都差不多，尤其是中心画质。那剩下的呢就是成像风格了，比如说色彩呀、锐化呀。总有人说哪张照片更接近当时人眼观看效果呀？其实这个没有谁接近的，因为每个人人眼它观看效果就是不一样的。样片都放在这里了，您自己看，您喜欢哪个就是哪个。这里呢放一些这两台手机用主摄拍摄的精选样片，这些照片呢都是用手机主摄直接拍摄，然后用内置的滤镜稍微加工了一下。现在的手机，尤其是旗舰手机，不管这主摄上用的是多大的感光器，在白天的表现上尤其是中心画质上基本是差不多的。那至于暗光的表现呢，我们后面慢慢说。再说超广角的区别，超广角一样有着感光器大小还有光圈的不同。那么在实际使用中呢，更重要的还是视角的差距。只要照片都能拍清楚，分辨率够用，那什么感光器大小啊、像素多少啊，这些反而就没有视角重要了。一般我们都会放出这种视角对比的示意图，来标注着两台手机超广角的视野差距。一般来说，视角越广的镜头，它的畸变就会越严重。但是我们一般不聊畸变，主要是因为现在手机修图软件太方便了，一下就修正了。但是视角窄呢，那拍不到就是拍不到了，所以视角广还是更重要一些。当然，我们也会对比中心画质跟边角画质，跟主摄一样，目前的旗舰手机超广角中心画质上还都没有翻车的基本表现都比较好。胜负呢，还是要分在边角画质的表现上。超广角的边角画质跟主摄不同，它不光是感光器还有光圈大小会影响，最主要的还是视角，视角越大，边角画质越难保证。现在的手机厂商越来越重视超广角了，没有长焦都得有颗超广角，
但是在超广角上只谈硬件不谈视角是不对的。如果您看重超广角镜头，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就不应只看画质，还要看看它的视角怎么样。如果您拿不准呢，可以多看看我们的视频。一般来说，现在的超广角可以兼微距镜头使用，在这点上呢，就要考量超广角的最近对焦距离能力了。当然，有些手机除了超广角，主摄呀、长焦啊都能拍摄微距，不过这种时候呢，多半是数码变焦完成的，就是拍一大画面，然后裁中间的芯儿。但是这样的画质呢，放大就没法看了。放一些这两台手机超广角拍摄的精选样片。从超广角这个维度上说呀，感光器大小并不是决定这颗镜头好坏的最重要因素，虽然说也挺重要啊。视角的大小还有功能性也是评价超广角镜头好坏的重要因素。再说一下中长焦镜头，现在的旗舰手机啊，大多数都有一颗中焦镜头，不是2倍就是3倍。这种镜头呢，不但可以用来缩放画面，还可以用来拍摄人像。但是长焦镜头上呢，就不是每颗手机都配备的了啊，当然也有配备长焦镜头不配中焦镜头的手机。长焦镜头的好处那不言而喻了，那就跟望远镜一样，可以更好的拍摄远方的景物。上面这张图呢，就是展现了站在同一个位置，从主摄到10倍的视角变化。有人说我的相机界面里边什么焦段都有啊，从1倍到30倍，但是这些大部分都是数码变焦的。上面这个画面呢，都是通过光学镜头直接拍摄的，画质有保障，数码变焦的画质都是有损失的。比如说 S21 Ultra 就没有2倍镜头，那么它是通过主摄数码变焦的，而 Find X3 Pro 呢就有真正的2倍光学镜头。那放大看效果，看肯定是数码变焦不行吧？数码变焦就是拍一张照片只留中心部位，4边全扔掉，再把中心放大，那它的清晰度肯定有损失啊。再看3倍焦段的对比，三星这边3倍是光学镜头， OPPO 那边就变成数码变焦了。在细节上那肯定还是光学镜头厉害呀。那再看都是数码变焦的5倍，三星是3倍镜头放大到5倍的，那放大倍率呢是1倍多。OPPO 呢是从2倍镜头放大到5倍的，放大了2倍多。那实际效果呢，还是3倍镜头拍出来的效果更好一些。再说远摄镜头的10倍焦段，三星这边的10倍是光学镜头， OPPO 那边可就没有长焦头了，它还是通过2倍镜头数码变焦的。那实际拍出来的照片在细节上怎么比啊？那肯定是光学镜头的强太多了。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啊，你们看左边三星的10倍照片，实际上画面是有些虚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长焦头到了10倍级别，它的光圈非常的小，而且这个级别的长焦头感光器也非常小。那在这两个参数的双减持下，高倍数的长焦头在拍摄时候对光线的要求非常高，一旦光线弱一点，那拍摄的画面就有可能虚了。虽然说这种长焦头都会配防抖，但是防抖不是万能的，不是保证100%成功的。再放一些10倍镜头拍摄的精选样片，这种照片2倍、3倍镜头是拍不出来了，但是5倍镜头还是可以通过数码变焦拍一下的，只要你能接受细节的损失就可以。既然说到 Find X3 Pro 了，那就说说它这颗显微镜头。有人说这颗镜头是凑数镜头，那这里大家投个票吧。如果你觉得这颗显微镜头是凑数镜头，打1；如果觉得不是凑数镜头，打2。在之前我们使用过程中呢，这颗镜头还是有些用的，也挺好玩只要你有心，贴近什么物体你就拍就行了。但是呢，它不能在户外拍摄微距，因为拍摄条件非常苛刻你必须贴近物体，紧贴着，还得让那个物体不能动。如果你拍摄昆虫呢，你得给它弄死之后再拍。OPPO Find X3 Pro 凭借这颗镜头也算是独步武林了，其他家的手机少有这样的镜头。原来我对摄影的认识呢，是需要走出去到户外去拍摄，又溜达又健身。但是自从有了这颗镜头，完了，又多了一个不出门的理由。再说人像模式，人像模式确实不需要长焦头的参与了，它只要中焦头参与就可以了。如果你在拍人像的时候都用的是人像模式，那么确实这台手机有没有长焦头也无所谓了。那拍出来的照片好看不好看，一个就是您的技术，还有就是这台手机计算摄影能力的高低了。比如说肤色怎么样，颜色怎么样，虚拟背景虚化怎么样，抠图效果这些都是计算摄影了。再说手机拍摄的宽容度也就是动态范围，这项呢跟有没有长焦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有可能跟感光器大小有关系。这里说一下手机是怎么拍摄高宽容度照片的，其实它就是计算摄影。它会短时间内拍摄很多张不同曝光的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合成，取亮部细节最多跟暗部细节最多，生成一张照片。但既然要连续拍摄多张照片，那每张照片的质量还是很关键的呀。
那这里就要看感光器的本事了。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去说这2台手机哪个拍摄的好了，毕竟今天的主题不是对比这2台手机，样片都在这儿，您自己对比就行了。再说夜景模式，在夜景模式下呢，感光器面积大肯定是更好的，感光器面积越大，夜景模式的效果就越好，无论是直出还是夜景模式。但是长焦、中焦，在夜景模式下就没什么用了，因为在暗光下，系统不会用中焦跟长焦去拍摄，你手动选择了这个焦段，它也会用主摄数码裁切来拍摄。比如说上面这张图，就是系统误以为我用中长焦也可以拍摄这张照片，结果拍的黑了吧唧的。过一会儿系统琢磨过味来了可能还是主摄拍好吧，然后就用主摄拍了一张，你看2张效果差距非常大。这里要说一下呢，就是有些手机在拍摄夜景的时候不能做到真正的直出，因为在系统里不能关闭自动夜景。那么在拍摄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这张照片是按下快门就有，还是按下快门要等一等。如果突然触发了自动夜景，那么你按下快门之后一挪动手机，照片就虚了。当然了，所谓的直出也就是按下快门就有的情况，那么手机也是在进行多张合成的，只不过没有自动夜景合成那么多。那结合咱们的主题说一下，夜景拍摄的时候，大底感光器理论上是比小底感光器有优势的，当然光圈值越大越好。录像这块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因为它在光学上的表现跟前面摄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最终成片的好坏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防抖的好坏。视频效果跟防抖呢又不是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视频就不展开了，以后时机成熟了，我们会好好聊聊录像的。总结一下上面的内容，感光器的大小对于摄影来说肯定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在手机上，由于计算摄影的强大，感光器大小显得没有相机上那么重要了（但依然挺重要）。超广角上同样如此，但是比主摄多了视角宽窄的参数，不谈视角光谈感光器参数是不对的。中长焦上，目前以手机的体积是无法放上主摄那么大的感光器的，所以中长焦上重要的是易用性和焦段的丰富程度。选购时要关注光学镜头的参数，而不是厂商宣传的那些混合变焦、数码变焦。如果您大部分时间拍摄的都是广角照片、人像照片，那手机上有没有长焦头就无所谓了。看完前面的节目呢，我相信你们对这2台手机在使用上的区别心里应该比较清楚了。希望我们的视频对你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啦，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哦，拜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